好，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哦。你现在待的那个空间，不管是你的办公室还是书房，它其实正在对你的大脑下指令。它可不是什么安静的背景，它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，它会决定你思考的品质好不好，够不够深入。所以，我想请你直接问问自己，你每天待着的这个空间，到底是在帮你升级、为你充电，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偷偷的消耗掉你的心力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找出答案哦。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哦，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像是一台世界顶级的超级电脑。但我们常常做什么事，我们把它丢在一个又热、灰尘又多又不稳定的地下室里面，然后还期望它跑出最好的效能。你想想看，这有可能吗？再厉害的电脑，也需要一个适合的环境才能发挥它真正的潜力呀。好，那这就带出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咯。你只要稍微环顾一下四周，就会很惊讶地发现，我们现代社会里很多空间的设计其实是反大脑的，它们完全是跟我们大脑天生的运作规则背道而驰。这句话是脑科学家约翰·麦迪纳说的，我觉得讲得超狠，但也很真实。他直接点出来，我们最熟悉的那种教室办公室隔间如果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根本就是为了妨碍我们大脑好好工作而设计的。哇，你看这张图，这个对比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大脑一次真的只能专心处理一件复杂的事情，它是一个所谓的序列处理器。可是你想想，现在的办公室设计，特别是那种开放式空间，加上各种讯息通知一直跳出来，根本就是逼着我们的大脑去做它最不擅长的事情，也就是多工处理。这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压力来源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没关系我就靠意志力撑下去就好了。当我们试图在这种烦大脑的环境里硬撑的时候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接下来你会看到，那个代价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太多了。首先，你看这个数字，研究显示，当你在一个充满干扰的环境下工作，你的错误率会直接飙升50%。没错，就是多了一半的错误。不止这样，你完成同一件事情需要的时间会变成专注状态下的2倍以上。这就是我们为了不断的切换任务所付出的那个看不见的巨大成本。这个现象学术上就叫做外在认知负荷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你的大脑根本不是在处理工作，而是把大量的宝贵的运算资源全部浪费在应付那些外在的干扰上。就像你的电脑 CPU 一直被一堆无关的背景程式占用，跑起来当然又慢又容易当机。但你知道吗？更可怕的是生理上的伤害。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会让我们的身体释放出压力荷尔蒙，叫做皮质醇。如果皮质醇长期过高，它就像毒药一样，会直接去损害我们大脑里负责学习跟记忆的那个关键区域，也就是海马回。长期下来，甚至可能导致大脑萎缩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？在一个很混乱的空间里，你明明什么事都还没做，光是为了让自己专心，就已经觉得心好累，所有力气都用完了。这种巨大的内耗就是所谓的边缘摩擦力，它会用非常快的速度烧光你的心智能量，让你一下子就感到疲惫不堪。好了，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了，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到解决方案上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其实不用这么被动的去接受，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出击，成为自己大脑的环境建筑师。接下来，我会给你4个基于神经科学而且非常实际的守则，你马上就可以开始用，来为你的大脑打造一个真正友善、高效能的空间。好，守则1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建立心理安全感。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停留在远古时代，它一旦感觉到有任何威胁，就会马上关掉负责高阶思考的前额叶，直接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。所以
关上门，戴上抗噪耳机，这不只是在隔绝声音，你更是在对你的大脑发出一个很重要的讯号，告诉他：嘿，这里没有剑齿虎，很安全，你可以放心的进行深度思考了。再来，守则2，想办法大幅降低外在的认知负荷。这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绝，把你的手机移出你的视线范围之外。注意哦，不只是关静音而已。然后你的桌面上只留下跟你现在要做的任务相关的东西。一个这么极简的环境，就可以让大脑的边缘摩擦力降到最低。守则3，用感官来建立一个进入专注状态的仪式开关。嗅觉其实非常特别，它不用经过大脑的讯息中转站，就可以直接触发我们的情绪跟记忆。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每次要进行深度工作的时候，就点上同一款的香氛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味道就会像一个开关一样，只要一闻到，你的大脑就会知道，好，该进入高效模式了。最后一条守则，允许你的大脑动起来。我们的人类大脑是在移动中演化出来的，所以思考跟运动其实是密不可分的。运动可以增加大脑的血流量跟氧气，提升神经元的活性。所以下次你卡关的时候，真的不要再硬撑了，站起来走一走，你会发现这能立刻为你的思考注入新的活力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。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从一个被动的、挣扎的生存模式，切换到一个主动的、高效的深度思考模式。关键就在这里，这从来就不是一场意志力的比赛。当你停止跟自己的大脑对抗，而是开始顺着它的规则，为它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时，你会发现高效跟深度思考就会变成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你只是在释放大脑原本就拥有的强大潜能而已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。你的大脑是你最宝贵的资产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问问他真正渴望在哪样的环境中为你工作。用心去听听看，这个答案，我相信将会改变你的一切。